少谷主，这一切会不会太过顺利了？不会有诈吧？你在这儿等我，我一人进去。你终于来了。青书被擒，大势已去。父亲，交出谷主令牌。看来你已经做好准备接手万花谷了，但这般贸然行事，谷中会有非议啊。忠于父亲的长老，我皆已调出谷，等他们回来，也无力回天了。但他们会极力反对你，你可应付得来？众生皆有弱点。软肋，立志幼稚，用尽其能为己所用。父亲，您教我的，我已尽数掌握他们的可控之处。接手万花谷，您不用担心。考虑的周全，不错。但是，你如何处置我呀？安心隐退，我会寻个地方，让您颐养天年。可是我不死，你这个谷主之位，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。生养之恩，不可磨灭。父亲终究是父亲，难道您就不想放下寒霜，做一个普通的父亲，享受父子天伦吗？自古成大事者，须毒，须狠，须决。浩清，你心思细密，思虑周全，只可惜心肠还是太软了。少谷主，是不是出事了？少谷主！你的腿，所以你一直在欺骗所有人。我与云河结盟，你一开始就知道，这一切都在你的棋局里。知子莫若父，浩清，你骗不了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逼我走到这一步？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陪我演这出戏？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。太让我失望了，心慈手软，当断不断。你这副模样，谈何继承万花谷？所以情书是故意输给云河。你要对云河做什么？你说呢？你与林苍兰之间究竟还有什么隐瞒？作为青丘后裔中灵力最强的九尾狐，就算中了灵反，你也不会轻易放弃抵抗才是。唯一的解释就是，你们另有计划。命已在护法手上，我还能隐瞒什么？护法若是不放心，我这条命取走便是。我不杀你，但你就不想跟林苍兰一起相守此生吗？你们从青丘移居北渊，向来隐世不出。可是你却为了林苍兰，放弃了所有的故乡亲眷，追随左右。其实这并不难猜。护法想对我也欲心吗？万花谷一直恪守禁炼铁则，留在这里你们永远都不会有结果。但若是离开的话，一切都还有可能。你为林苍兰活了一辈子，
难道就不想为自己活一次吗？我与谷主相识于微时，心中确有所求，但谷主背负之事重于一切，此生注定无法投身于情爱，必须隐藏真心，韬光养晦。就连至亲之人，也必须要欺骗。我别无他求，只要能帮助他完成所愿，便已足够。教过你，只有强者才有资格保护珍视之物。父亲，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，只求您放过纪云禾。好，我就要求你做一件事。杀了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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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救纪云禾，就得杀了我。我不死，他就得死。动手啊！我不死，他就得死。浩清，你虽然心软不堪大用，但生死一线的时候，还能坚守底线，为父深感欣慰。这是我永远做不到的一件事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杀我，我做的一切，是为完成谷主大业。你对他来说很重要。时候到了，我该送谷主最后一程了。最后一程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为何会这样？为何？寒霜是你所向，为何你也
没有寒霜，不是我。华清，不用费劲儿了，我的命数本就到头了，现在就连解药也压不住寒霜了。纪云鹤没死，他对万花谷还有用。所以你利用万花谷，利用纪云鹤来刺激我，你逼我杀你。你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何？你是个好孩子，但是为父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我曾以为他实在是太强大了，如果我不变坚强，不变得无坚不摧，就赢不过他。甚至只要可以赢，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可以被利用。浩清，不要落得父亲的这个结局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父亲没死，对不对？他又在历练我，对吗？谷主已仙逝，少谷主请节哀。这是谷主早就为自己选好的路。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那里有间密室，等你看到一切后，自然会明白。谷主平日对你有些苛责的言语，但他对你的真心日月可见。还请少谷主不要怨恨谷主的所作所为。您让我回故乡，可故乡在青树的心中早已淡去。离开你，青树也不知道该去何处。不如就陪你走完这最后一条路吧。不要！
吵死了！都被关了，还不得安生？郡主，您不能再喝了。小黎叔，你怎么活了？郡主，瞧您说的，我啊，从来就没死。您忘了，我们山猫族可是陆无后裔，有9次升级。释放阵时，我受了重创，修为散了9成，索性留下一命。只不过现在怕是聚不成形了。这天地之间，就属你有孝心，不像那个人就这样一走了之。郡主，您刚刚离开十方阵，身体尚未恢复，耽于伤灼可是要命的。你不懂，这世间最难的不是死，而是一个活字。如我这般痴傻千年，却成为一个笑话。早知如此，当时你就不必救我，白白的搭上你毕生的修为。郡主，您就别伤心了。反正我接下来还得修炼化形，要不您就姑且将我想做映入出那个负心汉，要打要骂，鞍前马后，随便折腾，只要郡主您能消气就行。若是我一时气急，一剑捅死你呢？我的命都是郡主您救的，就算您收回去，我也没什么话好说。可那个御灵师呢？你舍得他吗？在我心中，郡主您最重要。反正我当初也是骗他的，自然舍得了。那你可想好了，左右我也是嫌他烦。那明日我就将他赶下山去，日后你便伴我在这乐游山了此残生。若是郡主您能好好的，黎叔甘愿陪伴郡主左右。哎呀，小黎叔，我果真没有白疼。郡主，郡主，关着我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出来一战！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替我挡那最后一击？三月，你别再让自己受伤了，这是郡主专为你设下的结界，出不去。对不起，日后不能再护你。如果你忘了我能好一些，那就忘了吧。三月，好好活着。
小黎叔，这3更半夜的跑出去，你就不怕风把你吹散了？青主，我就是出去散散心。你先前骗了他，眼下又骗了我。那结界虽仅对雪三月奏效，但旁人进出，下结界的我，能不知晓吗？你对雪三月，究竟是真情，还是假意？青主，黎叔不敢对青主撒谎。我接近雪三月，的确是做戏，但之后投入的却是真心。对黎叔而言，雪三月并非棋子，而是真心相许的爱人。那你之前又为何与我说那些？三月说过，他这辈子最讨厌被欺骗。他为护我拼尽全力，可是我却将他骗个彻底，害他有家不能回。他应该再也不会原谅我了吧？也就真舍得他离开？那又能如何？三月他生来随性，定然不愿长留此地。而如今我灵力几乎尽毁，怕是再也护不了他什么。跟在他身边也只是徒增其烦恼罢了。不如就放他天地逍遥去吧。再说了，如果我走了，谁来伺候青主你啊？你岂不是没人出气了？我还未沦落到要人可怜。这乐游山呀，也不需要2个伤心人。你听好了，从明日起，我自会助你修炼人形，但此期间，你不得横生妄念，也不许再见那个御灵师。待你修炼完成之后，你与他的情缘，那就看造化吧。一切听青主吩咐。只是临行前，青主能否再帮我2个心愿？这次不打算拼命了？我有全胜的把握，何必浪费性命？自当寻得机会才可下手。知道爱惜性命，也算是有所长进。行了，你下山去吧。那汤是怎么回事？昨夜小黎叔托梦于我，死缠烂打的，拗不过罢了。所以，他连梦中亦不敢来见我。小黎叔这些年行事荒唐，活该被打个形神俱灭。所幸生机尚存，你若愿意，便去岱宇一趟。那里地处海外，灵气充沛，你替我去寻几味灵药，或许能助他重修。我凭什么要救他？我只想杀了他解恨。不先救怎么杀？青主，你骗他做什么呀？你不懂，他一身戾气未解，不让他多跑几趟，又怎能想通？三月，好好活着。
林苍兰死了，可这万花谷的谜团怎么却越来越多？青叔死前的举动为何那么奇怪？他口中林苍兰的大爷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云禾，哎呀，来，吃一碗甜汤吧。你看你的脸啊，快比天上的乌云都黑了。哎，林苍兰发丧有一段时间了，林浩清为什么还不给你解药啊？我们什么时候去买仙岛啊？林苍兰虽坏，但毕竟也是兄长的父亲，至亲去世，肯定是要难过一段时间的。现在去催他，太残忍了。季云禾，你理解他，他理解你吗？哎呀，你这个人真的是，你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与他结盟，他自己伤痛也就罢了，干嘛关内殿的门啊？一定要把咱们找解药的门也关了。林浩清把自己关在林苍兰内殿已经好几日了，不声不响的，也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了。永远不要再犯心软的错。将来你面对他的时候，他一定不会像我这样手下留情。那里有间密室，等你看到一切后，自然会明白。浩清无儿，当你进入这间密室的时候，为父应该已经不在了。之前没有告诉你真相，是怕你莽撞。但是现如今，你必须要独自面对了。寒霜始于万花谷，但并非为父所下，而是另有渊源。破解寒霜，光复林氏，皆系于季云禾一身。话已至此，你若仍坚守人善，为父便看看你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。突然离别，最是遗憾。也不知道林苍兰死之前到底跟兄长说了些什么。哎呀，他最好是说出解药在哪里。云禾，哎，你是来送解药的，对不对？小心，兄长状况如何？不太好，对什么都不理不睬的，躲在殿内。老谷主去得突然，现在谷中流言四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哎呀，你说这林苍兰这么坏，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他咎由自取啊！这不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吗？老谷主的事就先搁一边吧。云禾，你还是去看看少谷主吧，眼下他也只会听你的话了。好。长夜，我知道你对林浩清有很多不满，
但是此次突生变故，林苍兰之死对他打击很大。再加上谷中的人，他们的言论对他很不利，我不能看着不管，所以我去吧。这么大方，不去的话，你心里一直都会不踏实。去吧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在这里等你回来。兄长，你一直闭门不出，是想闷死自己吗？你不心疼自己，你也心疼曲小星吧？怕是你还没憋死，他就已经先急死了。兄长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当年你母亲仙逝，你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好久都不出来。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心里越难过，脸上越不会表露半分。云河就在门外，还是和以前一样。只要你需要，我就会陪你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。云河初来谷中之时，那些美好都是兄长给的，这份恩德，我不会忘记，也不会辜负。多谢云河。你能振作起来就是最好的。各位长老那边我已经帮你安抚好，但是收银大典，待一切落定了，你如何打算？还走吗？到时还请兄长记得给云河解药，我会安静的离开。当然，如果兄长愿意送我一些稀奇法器作为送别礼，那也是极好的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了守护所爱之人，你愿意付出多大代价？我会不惜一切。若他会因此觉得你背信弃义，和你入股呢？如果能护他周全，我心甘情愿。兄长为何突然这样呢？没什么，我会尽快找出父亲所藏的解药。离开之前来参加我的收银大典吧。那是自然。云河祝贺兄长得偿所愿。太好了，还算林浩清上道。云河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了。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我只是觉得，好像一切都太顺利了，顺利的我有点心慌。啊，那是因为你倒霉惯了，突然万事顺利，当然会慌了。不一样，林浩清他的眼神不一样，好像感觉像里面藏了一些什么秘密似的。你不要多想，林浩清本来就是一肚子坏水，眼神就没有干净过。如果你这么担心，不如我们尽快离开吧。明天就是大典了，我答应过他要参加。这谷中所有人对林苍兰之死的猜疑还未尽消，还有那些支持我的长老，对于他登位也有些顾虑。在旁人眼中，我与他一直都是死对头，想我必不会出面为他做假证。只有我亲自将他送上那个位置，大家才会无话可说。就当将我欠下的人情全都还完吧。几百年的纠葛，总该有个结局。哼，你总是为林浩清考虑，我生气了。谁说的？你想啊，长衣是顺德仙姬送来万花谷的，如若我们要带长衣走，岂不是得有林浩清来善后？再说了，他不是在给我们找解药吗？等明日大典一结束，我就跟他要解药。若是他还没找到，我就是把内殿拆了也要挖出来。届时，我们便立刻一起离开。立刻离开。
恭迎谷主，谷主万安。恭迎谷主，谷主万安。各位不必多礼。父亲先逝，浩清仓促掌管万花谷，日后还望各位鼎力相助，光耀万花谷。大头鱼，我行李都收拾好了，你呢？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带？来的时候，也是什么都没有带啊。只要带走云河就可以了。哎，呆子。兄长，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，你可以给我解药了。洛洛和长衣正在等着呢。这么迫不及待，没有任何可留恋之事了吗？这地方关了我几百年，我有什么好留恋的？如今看来，继护法还要在这万花谷继续留下去了。林浩清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条件我考虑过了，季云河，你不能走，也走不了。云河来了。哎，有很多人，但都不是云河。徐小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抱歉，你们不能走。云河在哪儿？云河在哪儿？长野，你若想为云河好，就不要轻举妄动。徐小星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云河到底在哪里？还有林浩清呢？这些人围着我们什么意思啊？想打架吗？你们听我说，我曲小星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，但永远都知道义气二字。我对季云河这个朋友，从来都是真心相待。你们相信我，若不想云河出事，就不要反抗。这最好只是个玩笑。你身为谷主，应该明白一言九鼎的道理。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责任。林浩清可以放你走，万花谷谷主不行。你和鲛人关系着万花谷的前途声誉，他不能走，你也不能走。所以早在你接任谷主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决定好了。你让我来参加大典，不是告别，而是缓兵之计。是。林浩清，你这是逼我再次与你为敌。无所谓。万花谷是你最好的归宿，仙姬那是鲛人最好的去路。活也好，死也好，那都是我自己说了算。选择是每个人都有的，不是谁施舍来的。你凭什么决定？把继护法押回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出谷半步。林浩清，林凡，洛洛的林凡，原来你在对付青书的那一刻就已经留了后手。原来那么早，你就算到了今日这一步。你将别人的真心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你跟林苍兰有何区别？带走。
经试了好久了，林浩清的修为在你之上，他布下的结界你是打不开的。哎，裂了！可以啊，云禾，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修炼的？自从长衣断尾之后，我时常觉得灵力乱窜，有的时候又没有一样。你管他有没有呢？再加把劲儿，冲出去！长夜。长夜，林浩清，云禾，你怎么了？曲小新，你跟着林浩清做了战部统领，学会背后捅刀子了。说，你把长衣藏哪儿了？云禾，我没想害你。谷主也有他自己的苦衷，他把长衣藏起来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他怕你会做傻事。我只知道我信他，他背叛我，他就是我的敌人。曲小新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万花谷好，今日的事我可以不怪你。你是愿意帮我，还是要成为我的敌人？谁放你进来的？我想去哪儿，谁都拦不住。林苍兰不行，你也不行。你把长衣藏哪儿了？你还好吗？放了长衣给我解药，我带着他跟洛洛离开，从此之后互不相见，互不干涉。否则你谷主之位也别想做得安稳。季云禾，你当真以为我这么愿意做这谷主？林浩清，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帮你。给我解药，否则就去死！好啊，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究竟是什么原因？你死都不肯放过我。有些答案不是你能承受的。我能不能承受不是你说了算。你了解我的性子，想困住我，即便斗到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如愿。好，你跟我来。你要的答案就在里面。没想到这万花谷中竟有如此隐秘之处，解药一定就藏在这儿吧？云禾，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好奇，父亲身为谷主之尊，却对张仙使毕恭毕敬，甚至在他死的那日，都要亲自迎接，就好像那件事比他的命更重要。这跟寒霜有什么关系？寒霜并非父亲所下，他和我们一样，受制于一个人。我用谷主令牌打开这间密室，发现父亲留给我的一封信，还有这个盒子。拿着吧。这不是仙师府的印记吗？没错，仙师威时曾于万花谷修行，而后青云直上的几百年间，我林氏长侍者相继意外亡故。父亲隐约察知仙师与万花谷有旧仇，
为求自保，他选择投诚。先是便以寒霜挟制万花谷上下，一为仇怨，二为利用。云河，禁锢你的人不是我，不是父亲，而是仙师。恭迎仙姬。鲛人呢？不可能，你在骗我！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，父亲身上也有寒霜印记。只要有御灵师入谷，便会以烙印标识为名打入寒霜。若听令行事，解药便会定时送来。可是我寒霜发作的次数，可比仙师府使者来的要频繁得多。林苍兰每次给我传功，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你的确与别人不一样。父亲一直在你身上试炼破解寒霜之法。你说什么？父亲不甘为寒霜所控，一直在寻找破解之法。后来他意外发现天心与地心的灵力互融，可压制寒霜，便与情书一起以御灵师为炼，但两股灵力一同打入体内，稍有失误，便会对冲，引发更剧烈的寒霜。多数被试炼的御灵师皆已死去，只有你扛了下来。林苍兰步步谋算，竟以这么多生命为代价。他要你做什么？以你为炼，破解寒霜，取代仙师，重振灵师。重振灵师。林苍兰一边拿无辜者试炼，一边还自以为忍辱负重，还想重振灵师。你是打算继承他的遗志吗？父亲所行之事，我从未认同。但你真的不能走，你脖颈上的纹路已经……你少威胁我！云河，这是缓解灵力对冲之药，快，快！你不放我走，也是因为试炼还没有成功，对吗？你体内蕴含着两股灵力，要么一举突破寒霜戒指，要么经脉俱损，再无生机。我还剩多久？不足1个月。原来是这样的结局，是不是很好笑？别管鲛人了，还有什么比你的命更重要？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的。谷主，顺德仙姬来了。仙姬为何来得如此突然？说是游山玩水，途经此处，兴之所至，来看看鲛人的情况。长意呢？仙姬开口，谷中御灵师不得不从，已经直接去提人了，我没拦得住。现在该怎么办？请他去立风堂，我们随后就到。别冲动。拜见仙姬。仙姬亲临，何以未见谷主迎接啊？仙姬息怒，父亲日前仙逝，现由浩清继任谷主之位。大胆！谷主仙逝此等大事，万花谷为何不报？实属突然，尚未来得及。死了便死了。仙姬收到鲛人所献鱼尾丹珠，颇为满意。等仙师出关，仙姬有意携鲛人一同向仙师祝贺。此番前来，便是想看看训教成果，把鲛人带上来吧。
可惜世间并无双全法，本宫想要灵光群，便再也看不到那条漂亮的鱼尾。不过还是该赏，本宫喜欢灵光群远胜过鱼尾。本宫要在万花谷附近游玩数日，这些天你便侍奉在本宫左右吧。无礼教人，仙姬让你侍奉是你的福分。仙姬，鲛人出断尾，落地如行走于刀剑，不宜长途跋涉，还望仙姬可以开恩。哦，是你啊，那个狂妄的御灵师。本宫听说是你让鲛人开口说话的。是，你该明白，你所训的鲛人必须要讨本宫欢心。那么现在你能让他跟我走了吗？我不会强迫他。谢护法，还不请罪？之前本宫给万花谷所提的要求，少谷主，哦不，谷主，你可还记得呀？记得。那烦请谷主再一条一条告诉这位继护法，让他记清楚些。仙姬祈愿有三：一愿鲛人开口，臣服仙姬；第二条呢？小仙可记得清楚，仙姬二愿鲛人断尾，永不归海。三愿鲛人献出鲛珠，永无叛逆。那么现在，你可以强迫他了吗？住手！放过他！你说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以本宫之尊，这世间珍宝无不伸手即得。你侍奉本宫已是板上钉钉，凭什么和我谈条件？仙姬息怒，宣教不成，皆是浩清之责。还望仙姬给我2天时间，我一定给仙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仙姬，求您高抬贵手，请仙姬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。仙姬息怒，我知错了。仙姬，师父即将出关，不宜见血光。鲛人生性骄傲难驯，既有御灵师通他性情，不妨手下留情，再给他们一些时间吧。师兄向来最懂得师父的心思，这次便听师兄的。不必再上这副仙索了，本宫不爱看。有这禁锢符，这鲛人跑不了。鲛人所犯之错，断其仙骨也不为过。现在我让你侍奉在本宫身边，你是轻饶了你。若他逃脱，其御灵师不仅失职，还当以连坐问罪，处以雷法。这位继护法，你可要好好的看管他。你记住，你对本宫来说，与这屋里的花瓶、茶盏并无二致。本宫高兴了就会多看2眼，不高兴了随手可弃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哄本宫高兴，或许本宫高兴了会满足你1、2个愿望。
出游的兴致都让你们给败了。本宫再给你们10日时间，今日这般场面，本宫不想再见到第2回。带鲛人下去。师兄，您方才可吓死我了。虽说您是师父最信任的弟子，连仙姬都得称您一声师兄，但他毕竟是仙姬，咱们开罪不得。师兄最有分寸，倒是你整日慌慌张张的，被师父看见了又要训你了。哦，先带人去陪仙姬游玩吧，我随后就来。好。师兄，师兄你怎么往回走啊？在下仙师府弟子姬成宇，方才是仙姬太过任性，季某替仙姬向护法道歉。你一个仙师府弟子，为何要向我道歉？仙师府虽然统领御灵师，但始终还是离不开御灵师的支持。季某只是不希望因为仙姬一个人的骄纵，让彼此之间生了嫌隙。其实姬某曾经也有过一名仙师。我在山林里救了他，他便随我一道出游长大。有时候我也分不清，与他到底是主仆呢，还是兄弟。方才护法救那鲛人的样子，让我想到了曾经的自己。多谢成宇上仙方才为我求情。举手之劳而已，同为御灵之人。季某只是不希望护法就此出事罢了。你方才说的那位仙师，现在如何？他得到了仙姬的青睐，被带走后，便再无音讯了。我明白，护法与鲛人之间，也许经历过磨难，彼此之间有了关心和友谊。但是也请护法你明白，训教只是任务，完成就好。投入太多感情，只会伤人伤己，也许到最后，连我也帮不了你。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可惜，成宇上仙这话来迟了，我不想成也落得那般下场。你后背的伤怎么样了？我3天2头挨鞭子都已经挨皮实了，没事。长野，10日后我们就要出发了。这几日我会想方设法解开你身上的禁锢，然后引开守卫。到时候你就逃跑。你要好好静养身体，逃的时候要跑快一些。那你呢？我自有办法可以脱身。我不信，我不走。长野，如若你现在不走，未来每一日都会像今日一样受到屈辱，每一日都要卑躬屈膝地说那些违心的话。你忘了以前自在生活的感觉了吗？我没忘，但你更重要。你跟我承诺过，无论以后发生任何事情，
你都会跟我一起走下去的。我承诺过的，绝不食言。你也别太看扁我嘛，我好歹也是万花谷的护法，我一定可以逃出去的。哦，对了，你逃跑之后，顺德仙姬一定会派人来抓你，你需要交出宝名，你先取出来，到时候我们在相见之时再给我也不迟。齐元浩，你的演技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这教主怎么回事？为何取不出来了？教主是信我，承诺已久，信我便没有取出来的道理。顺德仙姬已经发话连奏，一旦我走了，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，你不会再有机会逃走的。我知道，雷法稍稍9道天雷，几乎没有人可以活着从储星台上走下来。云浩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不管的，更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。你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如此强大的灵力，你会死。我没跟你商量，你必须走。多想，多想。嘿，你要去哪儿？人痴心人在逃亡，留不住的荒凉。长野，我明白你对我的珍惜，但是我已经走投无路，我怎么忍心让你为了苟延残喘的我抛弃一切？你不愿看到我再受到束缚，我也不愿看你在世间沉浮，所以你必须走。捉不住的光，任由我一人回想。云河，季云河，你究竟要骗我骗到什么时候啊？季云河，你的情况，谷主都已经全部告诉我了。哎，打住！你看你这是什么脸色？干嘛这么伤春悲秋的？想不到林浩清的嘴巴还挺快的嘛。季云河，你这个骗子，大骗子，你就知道骗我，一天到晚你就知道骗我。洛洛，我快断气了，我都快断气了。你骗我，你活该。好好好，我活该。反正都已经死到临头了，不如你们帮我个忙呗。你尽管说。有我拖累，长意肯定不会走。但如若我告诉他我时日不多，他只怕更不会逃。顺德给的时间不多，不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，帮我将长意赶走吧。你问什么啊？季云河，你个大傻子你那么多次为别人着想，这次就不能为自己想一想吗？
如果我只为自己想，我季云和还是你们朋友吗？洛洛，小新，能够认识你们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就帮我最后一个忙吧。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不会帮你的。洛洛，好啦，洛洛。季云和，你的命，我绝不会轻易松手。呆头鱼，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不吃不喝，云和也不会来见你的，听到了吗？你还是乖乖听他的，自己先逃吧。反正东西我就给你放在这儿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不准浪费食物，不准浪费我的零食。他不来，我不吃。有些事，我要当面告诉他。倔驴。不去，我也不想知道。那他就这么熬着，熬坏了身体，我可不管啊。那可不行，你还是要去给他送饭。他现在需要一些灵力来修复身体。你们真是莫名其妙，两头倔驴。哎。每双眼睛都是雨，眼前沧海的一滴，时光如梦盘旋成了谜，一颗泛起涟漪，我像风在银河间飞行，经过入海的星星，如光的伞领略天空的心，完成浅笑的光阴。听说你要见我，你是不是地位很高啊？能不能帮我一次？后日便要出发，你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可以告诉我。若不为难，我可以帮。我想求见仙姬。好。唉，这已经是第8日了，长夜还是不领你的好意，死活都不肯走。云和，要不我们就不要管他了，想想怎么救你吧，好不好？要不你把我剖了，把这颗鲛珠还给长夜。好端端的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如若顺德发现长夜身上并没有鲛珠，他便会遭罪。可若是长夜有鲛珠，那他活着的机会就多一分。我不听，我死活都不听。云和，长夜不知为何忽然求见仙姬去了。啊！成语上仙。护法来得正巧，方才鲛人求见仙姬，说有事相求，希望你也可以在场。我正要去请你。圣仙，我身上有病疾，不宜靠近仙姬，不如我就在门外守着吧。也好，我去禀报一声。怎么把你也扯进来了？长夜想干什么？
大胆骄人。仙姬今日心情甚好，颇有兴致，才答应见你一面。你却让仙姬一等再等，该当何罪？仙姬，纪云和我已经带到了，但此人身上有病疾，只能在门口等候。现在告诉本宫，你到底要给本宫看什么？若是让本宫白等了这么久，留神自己的小命。我想了数日，该如何讨仙姬欢心，可惜鲛人只会唱歌。都说鲛人的歌声乃天下一绝，本宫倒是有些兴趣。眉梢眼睛都是雨，眼前沧海的一滴，时光如梦盘旋成了林，银河泛起涟漪，我想放在银河间100般为他着想，他倒好，转头就给仙姬献歌，忘恩负义。常毅说过，这首歌赞颂自由，他不是唱给顺德仙姬，他是想唱给我听。果然悦耳。传令下去，万花谷重重有赏。那日仙姬说过，只要我哄你开心，便可以满足我的愿望。没错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可以和仙姬一起回鹿台山，入仙师府。希望仙姬可以放了纪云和。这有何难？只不过，你的鲛珠还没给本宫。本宫凭什么相信你？鲛珠意义非凡，不能轻易相送。待我跟仙姬回去，挑一个良辰吉日才能给。这鲛珠有何特别？鲛珠为天赋异禀之鲛人，潜心修炼多年，才可修成。因其弥足珍贵，绝不能轻易相赠。若赠予他人，便是鲛族最深切的情谊，绝不收回，也代表着此生绝不相负。指望得鲛珠者，得偿所愿。既然如此珍贵，本宫要让你当众献出鲛珠，一展本宫的风华与尊贵。本宫乏了，都退下吧。可需要我再去请一次护法？不必了。你疯了！你见过仙姬看他的眼神？你要放他走，你没有活路。反正这活路也不是什么康庄大道，他不过是伸出一条腿再绊我一次，我也不在乎。不过这仙姬实在是太过疯癫，我怕他会迁怒于万花谷。你想做什么？还请兄长和我一起护送长椅。路途之中，我会想办法解开长椅身上的禁锢，届时还要让兄长趁机带着长椅离开。等到仙姬察觉有异，想要追究问责，你就说是我一手谋划的，到时死的人就只有我一个了。是不是很完美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为他付出这么多？你把他的命看得比你的都重。你知不知道你的命，对某些人也很重要？可这条命也没剩几天了。这不是我认识的纪云和。
他不会轻言放弃。是，我想活着。我对这命运反抗过，不屈过，争夺过。我想对得起我闻过的每一朵花，吃过的每一口饭，走过的每一条路。我想活着，可事实已经是这样了呀。不是这样的，书里找不到解法，我可以去求仙师，他修为高深莫测，说不定就能。兄长，我就算再想活着，我也不想让你像仇人，屈服起来。我林氏的仇，万花谷的仇，终有一日我一定会报。可错过了最好的时间，这世上便再无纪云鹤。屈服一时，换你一命，我不在乎。可是我在乎，我不想再亏欠兄长。你为我舍弃了太多。这么做值得吗？从我明白了自己心意那天开始，我便不再去想这个问题。其实一开始知道自己无药可救之时，我心里很害怕。可是方才有个人对我说，他希望我此生可以得偿所愿。我这一生都想要自由，可我没有得到。如果他能失而复得，如果我生命最后的价值可以成全的，是的。雷伐也好，冰封也罢，爱来便来。为了他，我不怕。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信，只是在这世间沉浮，我们有太多穷尽力气却不得之事。兄长为了救我，已经拼尽了全力。剩下这段日子，云鹤想要潇洒肆意的度过。还望兄长可以成全。乐乐，啊，我这前路未卜，今后你便不用再跟着我了。没了我，谁来管你吃饭算账？季云禾，我是你的仙室，我一辈子都要跟着你，你休想甩掉我。乐乐，谢谢你。云禾，长翼这鱼固执得很。你真的能说服他抛下你，自己离开吗？我可是最强的御灵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浴血，他会听我的话的。明日就要上路了。锁链都给他带上，少一条也不行。这鲛人上了岸，可就不是什么珍贵之物了，眼下也不过就是个没规没矩的仙士罢了。不许在他身上用这种东西！你大胆！云禾不敢，只是仙姬不喜这锁链，您怕是贵人善忘了。再说这鲛人备受仙姬宠爱，轻率怠慢不得，一切东西都要换成上乘货色，这样才配得上仙姬的气派。仙姬为了迎接仙师出关，已启程回鹿台山了。押运鲛人一事由我来全权负责，你个小小御灵师，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哼！季云禾，这鲛人至今还野性难驯，
日后他若伤了仙姬，你该当何罪？我不会伤害仙姬，但也没有人可以伤害云禾。都给我绑了！张仙使不必动怒。训教成功原本是喜事乐事，仙使若为此坏了心情，就不值得了。我看教人一事，还是由我处理吧。那就有劳程宇上仙了。哼！他马上就要被押送出去了，我想带着他到万花谷四处走走。好啊。你不怕我放他走？鲛人身上有仙姬留下的符印，你们逃不掉的。再说，我也见过鲛人对你的情谊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私自逃走，陷你于不义。多谢。没想到你一旦打定主意，真是谁都拉不回来。相比让你陷入险境，或许这样，以后还能有机会再见面，还能有机会一起逃走。以后，以前我总想到外面去，这谷中的场景，早已熟悉的让我感到厌倦，却没想到今日，竟然会有一丝不舍。是不是因为这次有我陪着？你们鲛人都这么不懂得谦虚的吗？长夜，如若鲛人失去了伴侣，会怎么样？能另觅佳偶吗？我们一生只认一个人，直至终老。为何要如此固执啊？那岂不是要一条鱼孤孤单单的游到死？你又不是鲛人，也不是海里的，不用遵守我们的规矩。那如果恨一个人呢？会朝他泼水，诅咒他变成大乌龟吗？就当作海里的泡沫，一吹就散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好奇这个？啊、哦，我就是想知道顺德下一世会不会变成大王八呗。你为何一直拿着这本广物集啊？你这么喜欢的话，我要不送你一本新的，金箔的，你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。这本是我们一起看的，不一样。这里面的地方，现在都去不了。谁说去不了？这次去鹿台山，我们就把里面的地方全都走个遍，如何？顺德一心想让我们去鹿台山，怎么可能让我们那么逍遥自在？况且，我们也不顺路。路呢，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想去哪儿说就好了。都说鲛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既然我们做不到，那不妨退而求其次。我们不求一世，只争朝夕，潇洒肆意地度过这最后的时光，好吗？程宇上仙。我听闻顺德仙姬想向仙师献宝，离仙师出关还有数日，不知此去鹿台山可否取到人间？云禾想尽一份绵力，寻一些人间的稀奇巧物，倒是一并献给仙姬，也算是尽了万花谷之忠诚。如何取道，岂容你来挑？若是耽误了仙姬之令，你亦无不可。程宇上仙，这样恐怕不妥吧？殊途亦可同归。只要最终行归鹿台山，走哪条路都是一样。只是到了人间，不便在凡人面前随意使用仙术，续借人间马车缓行，请护法留心时间。我因贪功而失了分寸，
是。上仙，请。走吧。小黎叔这些年行事荒唐，活该被打个形神俱灭。所幸，生机尚存，你若愿意，便去黛玉一趟。你替我去寻几味灵药，或许能助他重修。山猫族。玉灵师，快走！快！走！玉灵师大人，你就放过我们夫妻二人吧，我们没有杀害无辜啊！我娘子她刚怀了身孕，她经不起折腾啊！你就抓我好了。不行，我们一家三口谁也不能离开谁。大人，我们夫妇二人只是想抓些活鼠，用他们的毛织成火浣布去卖，艰难度日。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请您高抬贵手，别抓我们去万花谷。我如今已经不是万花谷的御灵师了。谢谢御灵师大人，谢谢御灵师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御灵师大人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今日就去我家稍作休息吧。鱼汤。我们家吃的比较单一，家中只有这个。御灵师大人千万别见怪啊！娘子，疼不疼？等一下，来，你以后小心一点啊！嗯。哎呀，只要心爱之人喜欢，我们洗衣做饭都甘之如饴。你只需告诉我，这份礼物喜不喜欢？你看看，这都红了，下次一定要小心一点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都心疼了。没事了。多谢款待。哎，大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问一下，黛玉如何去？
程昱上仙，张仙使，这才走了半日，都歇了3回了。若是耽搁了回鹿台山的日程，仙姬是要怪罪的。有金某在，耽误不了。哎呀，张仙使，我们护法说过了，这一路上搜集的奇珍异宝都算作是您的功劳。哎呦，我真的好羡慕您啊，能给仙姬献礼锦上添花。要不你分我几个？对，嘴真碎。金云河那嚣张丫头还能有这觉悟？我怎么就不信呢？你们可别自作聪明，暗地里耍花样。哎呀，张仙使！哎呀，张仙使，你小心呐，吓死人了！哎呀，都怪我没提醒您，这凶物是昨天我们护法刚抓过来的，还没驯化呢。仙使，凶物狂躁，切记小心呐！我胡子没事吧？歪了！这个纪云河，一路都管什么闲事啊？你们把凶物看好了！好。哎呦，我的胡子，什么玩意儿啊！快回去看看您的胡子！哼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别装了，都走了。可算打发走了，这装模作样的活儿，真是累死我了。谷主，又跑出去了？是啊，他们俩玩心太重了，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出去逛一逛。朝义马上就去仙师府了，这几天是他们最后相处的日子，你就让他们多玩会儿呗。一定不能被发现啊！哇，这里和广物集里讲的一模一样。人间百态，市井风情，需要亲眼见过才懂其中趣味，光看书怎么过瘾？你看有什么喜欢的吗？看一看了啊，看一看，哎，来看一下。这个给你，这个是我的。衣服和配饰都要搭配，这样别人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起的。既然你想的这般周全，那我乖乖付钱便是。哎，二位，这些呀都是成双成对卖的，正所谓凤凰双飞，鸳鸯成对儿，这不兴单卖呀。再说了，你们这一个人一条鱼，他们没法成对嘛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世间情爱讲究的是情投意合，何必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呢？诸位，今日这里所有的腰坠我都买下了，送给大家，大家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。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今日偏不要只有同类才能配对，只要喜欢，大家怎么搭配都行。只要大家都这样配搭，就不会再有人对我们说什么，说不定以后还会为人成风呢。哎，谢谢。程毅，不如我们将这对坠子留在这儿吧。虽然不知结局如何，但就当做留一个纪念好了。好吧，只要是你心之盼，便是我心之愿。云河，你刚刚买了这么多腰坠，会不会太贵了？不贵，只要是你喜欢的都不贵。你若都喜欢的话，我们就把这集市都买下来。买，这些我也买了。啊？怎么了？可以了，不要再买了。不可以，只要你觉得没尽兴就不可以。这些钱币和灵石一样，得来的都非常不容易，
我不希望我走了以后，你染上了挥霍无度的坏习惯，朝不保夕的。未来本来就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与其精打细算的去计划着未来，倒不如好好享受当下。你还记得出发前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不求一世，只争朝夕。对啊，以前总是省吃俭用，却不知道花钱这么让人快乐。哎，不说了，走吧，想要什么我给你买。云禾。哎，露露，干嘛呀？他们回来之前你不能出去，进去。哎呀，他们出去时间太久了，人有三急，不能出来。快憋不住了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一路上装神弄鬼的，原来酝酿着逃跑呢。说，季云禾带鲛人跑哪儿去了？不说是吧？我的人到底犯了什么罪？劳烦仙使亲自动手教训。你私下带走鲛人，心怀不轨，还敢在这儿跟我狡辩？我是带着鲛人上山采山珍，准备进献给仙姬。鲛人已经送回了营帐，仙使连这都阻拦，岂非是对仙姬不敬啊？呸！懒得跟你掰扯。仙师怎么不问问这是不是临摹风啊？抱歉，我应该早点回来。季护法今日出门采集山珍，遗漏了一样，季某特意给你送过来。原来我与长意的一举一动皆在上仙的掌控之中，为何没有揭穿我们？这鲛人始终是你驯顺调教的，你对他有感情有不舍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既然不是真的想逃，那我又何必多生是非呢？季某只是想提醒季护法一句，师傅2日之后就要出关了，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抵达鹿台山。鲛人注定是要进献师傅的，你对他多加用心，除了徒增日后的伤感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多谢上仙提点，云禾会铭记于心。我看你面色有些憔悴，身体不舒服吗？一路奔波难免会有些劳累，若上仙真的有心的话，晚上多给我加几个菜呗。快去喊林浩清来。多谢兄长。你的灵力已经压制不住，脉象越来越紊乱，再这样下去，过不了几日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更应该抓紧剩下的日子，不留下任何遗憾才是。君云禾，你这是在玩火？都冷了大半辈子了，是时候应该暖和一下了。我去找些滋养经络的药。兄长觉得还有用吗？不试一下怎么知道？照顾好他。嗯。没事吧？你今日为何如此安静？平日里你不是应该咋咋呼呼的，说我这些都是自作自受吗？你这几日真心笑的次数，比以前在万花谷加起来都多。看你这么开心，我怎么能忍心扫你兴呢？只不过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结一段情缘这么费灵石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呢？洛洛啊，你这一生怕是只能跟灵石结缘了。那我自然也是愿意的。要是长意也像你这样就好了，他的痛苦也许会减少一些。你真的没事了吗？
听说鲛人生性固执难驯，宁死不屈，这世间从来没有被驯服过的鲛人。纪云河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，让你对他如此臣服？他没有驯服我，我也没有臣服于他。哦，那看来我这马车要掉头，再去万花谷走一趟了。不用，我说过了，我不会伤害仙姬的。那你便还是臣服？我只是在保护一个人。你明白你做的是什么选择吗？知道啊。程宇上仙，明日就要上鹿台山了，我可否带着鲛人去附近散散心，顺便带他去看看鹿台山下的人间美景？请便吧。谢过程宇上仙。程毅，明日就要分别了，你有什么想吃想看的吗？你想去看什么吗？这一路走来，你要吃要喝的，怎么忽然对我客套起来了？你带我去过很多地方，我也想知道你想看的东西和你喜欢的东西。这不重要，而且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别浪费在我身上。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想更多的了解你，知道更多关于你的事情。那走吧，我想去的地方正好在附近。云河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姓纪，那应该姓什么？你应该姓风。风云河，像疯子一样的云河。你应该像风一样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的。我真不该笑你傻，你是大智若愚。来，过来坐。凡人都羡慕我们仙人，却不知我们拘束轻了，日复一日地克制着本心。越漫长的生命，便是越漫长的孤寂。反倒不如那些凡人来的肆意真实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三餐四季，岁月静好。所以这几百年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人间。你看，是不是很美？很美。你也是。我也是什么？你也和这山川一样，都让人喜欢。若此刻的祥和安宁，岁月静好，能化作永恒，该有多好！唯愿这天地生灵，四海八荒，再无纷扰动荡，山川依旧，喜乐永存。云河，那是什么？今日是人间的中秋佳节，人们会办上林灯会，而且有情之人还可以一起赏花、赏月，还要赏灯。哦，想去啊？我觉得那个地方很热闹，很温暖，像你一样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走一遭。走。季护法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既然注定离别，何必用情太深呢？比起劝告，我更看重誓言。
我早就答应过长意，这一路要走得尽兴，实现一切愿望，不留遗憾。就为这一句话？当然，我若是想逃走的话，早就带着长意走了，何必要跟你们一路一起走到现在？入山在即，务必在午夜之前回来。姬护法是聪明人，应当心里有数。多谢程宇上仙。张仙使身上的风毒未解，姬成宇带他先一步回仙师府治疗了。眼下云河正带着长意游灯会呢，还跟我说，之前拜托你的那件事情是时候动手了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啊？你们到底要把长意怎么样？放心，我会护好云河，留在这儿，有任何情况传信给我。这个叫糖蒜，是民间非常有名的小吃。它味道是大了点，但是吃起来非常的酸甜爽口，不试一下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来，我就不试了吧。你吃啊，来，不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受伤了没有？你自己一个人吗？爹爹和娘亲呢？你长得真好看，花送你。你确实说过我很好看。这是哪家的小孩子啊？眼光跟姐姐一样的毒。姐姐也好看，但是姐姐的东西应该有哥哥亲自送。哥哥走。谢谢老板。没事，慢走啊。哟，多多，方才又去哪儿玩了？不要再乱跑了啊！来钓金鱼啊！钓上来金鱼有红绳手链啊！红绳手链。你知道吗？有红线相连，便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携手白头共到老。只要捆在一起，我们就不会走丢了。所以说，我能不能回得来，能不能活到老，就看你了。哎，都来看看啊！有红绳云河，来看看啊！钓金鱼，钓金鱼了啊！想要啊？来，钓金鱼，钓金鱼！我给你钓。我就不信了，鲛人我都能搞定，我还钓不上你们这些金鱼。哎，你看这些鱼都游过来了，怎么回事？
可以啊，都会作弊了。你教得好。曾经至纯至善的鲛人，我可真是罪过。钓上了！